38岁了还没有结婚，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没有老公，没有孩子。我现在最后悔的是，我为什么呢？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学习，我一直在上学，我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谈个恋爱？如果当时我能好好的谈个恋爱，我现在也不至于现在身边没有一个正常的男生喜欢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没有结婚，我真的很恨我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是我的学历害了我，我接受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就这么难呢？38岁的大龄未婚，长这么大做梦相亲相了3次，每次都失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天都在自我怀疑、自我焦虑，很迷茫，看不清以后，也看不清当下，就觉得一辈子很长，长到看不清未来，可又觉得一辈子很短，短到我已经40了，却连个意中人都没有。见到一个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一个以前追过我的男生，哇，他以前就是个子矮矮的，人长得就是有点黑，也比较土，我以前不是很喜欢他。他现在在大厂做高管，就整个人的气质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日子过得非常好，非常幸福，就是有种感觉哈。我20来岁的时候看不上的人，30多岁之后他竟然可以变得如此优秀，就完全符合我现在的择偶标准。但是他已经有家有孩子了。高中同学，明天我要去寺庙拜佛，求丘比特射上我一箭，让我的爱情赶紧来，愿得一心人，免得老相亲。明明什么都没有，偏偏我就要挑。我不知道明明是谁，反正我是那个偏偏。什么样的姑娘最难找对象？就是那些长得一般但不认命的姑娘。比如说收入高但长得一般，学历认知高但长得一般，工作能力强但长得一般。这种靠自己且比较强势但又长相普通的姑娘实在是很难找。我下面说的大家记清楚啊，因为可能有点绕。就是这种姑娘，她能看上的男士通常对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一些自身的品质不屑一顾。不是所有大龄女生都能找得起弟弟的，或者说她们能吃得下找弟弟的那个苦。大家看看自己身边那些找弟弟的女生，普遍都是女生主动，很少有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弟弟主动追求大龄女生的。而大龄女生主动追求弟弟，成功的话还好，如果不成功的话，她付出这个代价，很多女生还是接受不了的。为什么男生在找对象的时候从来不看女生的收入呢？因为女生的收入啊，它没有利他性。比如说女生一年可以赚50万，不太可能直接给男生花20万，对吧？而且女生收入高了，她可能会期望男生的收入更高，比如说100万。这样一来，女生高收入没让男生觉得有什么实惠的，反而门槛更高了。男生一想，干嘛非得找个高收入的女生呢？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反过来，女生想找高收入的男生，肯定是希望男生多付出，不抠门。那女生赚再多，一般不会贴补到男生的头上，反而对男生的期待更高了。所以现在来找我们的男生啊，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从来不关注个人收入这一块，但是呢，他们会看重你的家庭情况。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现在的男生都不愿意给彩礼啊？针对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一个男生从24岁就进入社会，咱先把工资往高了算，他月入1万。如果他毕了业就开始谈恋爱，那几年之后他1分钱都存不下来。如果他不恋爱，也不去旅行，衣服呢也不舍得买，辛辛苦苦攒下这10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钱，还要给女生做彩礼。如果结婚只需要付彩礼的话，男生也可以接受。但事实上呢，还有车房、家电、装修、家具、婚礼、婚服、钻戒3金、婚后度蜜月，以及未
未来婚后所有成本，绝大多数的钱呀都要由这个男生来承担。光买这么大堆东西都已经够把一个家庭掏空了，这个时候还要高额的彩礼来作为这个女生的生活保障。那男生的保障是什么呢？彩礼你要可以，那为什么嫁妆就闭口不提呢？再说了，现在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有彩礼这一说？如果它真的合理的话，为什么不全球推广呢？你们觉得呢？为什么有些就是月薪3000的女生看不上月薪8000的男生？就是你觉得？不是他们看不上8000的男生，而是他们期待一个让自己瞬间跨越阶层的伴侣。但关键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和人家相匹配的资本和实力，最终呢，只会让他们在现实中不断碰壁，然后再抱怨一句：“好男人都去哪儿了？”薪水的话肯定要比我高嘛，就收入这一块，200万以上。那美女，你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呗？可以啊，我89年，然后现在是在广州有房有车，无缝连业的，然后现在年入的话也就是80到100万。那挺优秀的。对，然后我现在就是离异带一个孩子。然后目前就是这种情况。那你找另一半的话有什么要求呢？另一半，我肯定想找一个比我更优秀一点的嘛。然后像现在这种一线城市，我觉得最起码薪水的话肯定要比我高嘛，就收入这一块。200万以上然后身高的话，因为我是1.7米，他肯定要比我高嘛。你至少1.75米以上对吧？1.75米左右都行。然后在广州有房有车，不要有贷款。如果说是未婚的就更好。你觉得你这个合理吗？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实现，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嘞，是吧？是这样子，你能听真话吗？可以啊。你这个要求我觉得非常不合理。首先，如果我是这样的男生的话，我一定不可能考虑你这种类型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你这完全是在许愿，你还不如直接好好搞钱，要不你就孤独终老，要不呢你就找弟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让别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给别人提供经济能力就可以了。哎，不是的，你主动采访我，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你啥意思啊？这就是你帮我找不到，是不是？那就再见，好吧。未来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子是嫁不出去的，大家先别着急喷我哈。其实呢，有很多女孩子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只是她不好意思说出来。今天我的这个观点呢，可能会得罪很多的女性，但我也必须要实话实说。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包括我在内哈，没有结婚的，会有一大批女孩子是嫁不出去的。大家别以为哈，只有这个娶不到老婆的男孩子，没有嫁不出去的闺女。事实上呢，其实是很多女孩子她是嫁不到好老公的。不要总以为社会上呢条件好的男孩子还有很多，我再挑一挑，再捡一捡。等到我想结婚了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大堆的男孩子来娶你，那么你就太天真了。很多女生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要求对方有房有车有存款，但是你又有什么呢？也有很多女生哈，自己赚个3、5千块钱，然后呢，反而嫌弃人家男孩子赚个8、9千，赚个1万嫌人家赚的少。其实你这样挑来挑去呢，就已经 pass 掉市面上80%的男孩子了。那么还剩下20%的男，这20%的男的呢是优质男生，那么他在婚恋市场上呢是有绝对的选择权的。那么人家也会要求女方有颜值、有身材、有学历家庭背景还要好，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先看看自己是否满足了人家的要求。还总幻想着自己会遇到富二代、创一代，那你不想想人家凭什么喜欢你吗？就凭你年轻漂亮吗？不要盲目的自信哈，咱们啥都没有，到最后呢，只能是互相都看不上，然后呢，都剩下了。我真心的奉劝女孩子们哈，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呢就都搭在一个男生身上我指的呢就是说这个房子、车子、彩礼，因为我觉得呢，女孩子也可以经济独立。就比如我吧，我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呢，我也能为我未来的老公呢排忧解难，为他的事业呢也增添一份色彩。不希望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共同进步，为他减轻一定的负担，这样的关系呢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爱是相互的，男人也是人他也需要关爱，需要被理解、被认同、被支持。所以女孩子们要清醒一点，我们可以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男孩子们要求低一点，这样呢我们的选择权就会变得更多，也更容易遇到优秀的男孩子。上天呢也会善待你的。我是86年的，属虎的，今年已经40岁了，单身未婚，一个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给我发来了私信，只问我一个问题，长得也不磕碜，就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剩下的。我今天就实话实说，把我自己的老底儿就在这里给撂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不要网暴我，也不要骂我，因为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的事情。大概是在我上学的时候，14岁、15岁、16岁、17岁，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8岁，那个时候喜欢我的男同学就是嗷嗷的多
啊，我基本上放学的时候打开那个书包，那个情书就能从那个书包里稀里哗啦的往外掉。但是那个时候呢，家里人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就告诉我，以后的机会还多的是，不要在学生时代谈恋爱，因为初恋没有结果。就这样，学生时代的爱情就这么抹杀了。那么我出去工作以后呢，在20岁到25岁的时候，身边追求我的男孩子也是嗷嗷的多。那个时候呢，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就会告诉我，一定要睁大眼睛找一个条件好的，婚姻是柴米油盐是一辈子，什么爱不爱情的不能当饭吃，你一定要记住，早恋没有好结果，后边还有更好的。然后我又听了家里人的这些话，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就是也没有就是说特别那种想要叛逆吧啊，因为我是一个妈宝女。后来转眼之间的时候呢，就是30岁到35岁之间，那个时候就是开始相亲了，身边哪有人追求了呀？人家当年追求我的那孩子都上初中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相亲给我介绍对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相亲对象嫌我又胖又老又丑又长白头发了，这个时候我家的亲戚就说眼光别太高了，你说你要是眼光再这么高下去的话，你这辈子也找不着什么对象，你实在不行回农村找个种地的呗，还非得要在城里找，回村里找一个养猪的，你俩一块养猪，天天吃猪肉多好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一直找不到对象了。后来过了35岁到40岁的时候呢，身边的人给我介绍对象，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啊，没结过婚，那一定不正常，那一定是个精神病加那个身体有病，我们连相亲见面都不想见。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40岁的大龄剩女。我1985年出生，今年41岁了，没有结婚，没有生过孩子，然后呢，每天基本上就上班下班，朝9晚6，有周6周日休息啊，生活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因为我的工作的话也比较稳定，收入就是一个打工族的一个收入，基本上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吧，无忧无虑可以这么说。然后今天呢是周4，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又觉得特别无聊，但是呢身体又很乏，既不想去健身房，也不想去公园。然后呢，这2天深圳的天气慢慢变热起来，所以呢我又燥热，然后呢又很无聊，又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提不起兴趣来，也不想吃东西。然后呢，我就去公园里面，家里面旁边就是有个公园啊，我去那走啊走啊走，觉得好像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所事事，提不起任何兴趣，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啊，该怎么办？也没有任何情感的诉求，想什么拍拖呀、谈恋爱呀，然后呢，偶遇啊、相亲啊，所有这些全部没有了，就好像我的情感世界已经被抽干了，然后我对生活的渴望也到了尽头，就那种真的就是无聊到了极致。然后我在想，我该怎么办呢？当然我知道我是来大姨妈期间呢，可能会有这种激素的波动，所以导致我这种情绪显得特别的抑郁吧，可能是抑郁的早期。后来呢，我就搜索了一首很老的歌曲，就小时候听的，大概那年是9岁还是10岁，跟我妈一起看台湾演的一个霸道总裁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当时呢，我真的是情窦初开啊，然后就爱上了里面那个男主角，因为他是霸道总裁，而且长得那个样子特别帅，就是我理想中的这种爱情的对象，知道吗？哎呀，很遗憾，那个时候是充满对爱情的憧憬、人生的希望的，但现在一听一看呢，早已是非常的懂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想、小时候的期待、对爱情的向往、对人生的期待，到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笑话。它也仅仅是存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存在电视剧当中，你我普通人的人生永远都是这样，就这么无聊无趣，没有任何期待。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爱是人的活着的希望，如果没有任何爱的期待寄托，没有任何情感的期盼，灵魂真的就是很空虚、很寂寞，觉得很无望。人活着就是为了衣食住行吗？终有一天你会枯萎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单身过得无忧无虑，但是最终还要去生娃、去结婚、去做这样的尝试。但尽管这样的尝试很多，99%的失败了，因为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太残酷了，人生不如意10之8九，真的你想怎么过都过不好，无处安放的
灵魂。一声叹息。前2天我的男同事跟我聊天说，现在的女人没人要了，这个婚姻市场啊出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不管你是离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也不管你是岁数大还是岁数小的，现在单身的女人没人要了。开始呢我也没听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单身女人没人要呢？后来慢慢的我找到了答案，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男人想明白了，我娶个媳妇儿就得花个10来万的彩礼，再买个5金又得花个10来万，然后呢你过个1年2年的，要是有个不高兴，他就拎包走了，不跟你过了。假如就是能过个10年20年的，那也是我在养着他。这期间呢，如果对媳妇儿稍微有一点不好，人家一生气又走了，不跟你过了，我这钱就白花了，花了个20、30万，这也许是男人所有的积蓄。最后呢，钱没了，人还是走了，到最后还是落得个人财两空。所以说，现在的男人想明白了，那就干脆娶不起，不娶了，那就租一个吧。是不是我1年花个4、5万就能找一个呢？再怎么着也能跟我过个1年半载的吧。这要是走了呢，我钱还没花多少，也不算亏。而且呢，我还能找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从年轻的20多到60多，喜欢什么样的就找个什么样的，还便宜，还不用你负责任。所以说呢，男人这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这女人呢就跟楼房一样，我买不起，那我只能租了。那我租房呢还便宜，1年也就是个万把天的，我住个1、2年，不想住了我就不租了，我就可以再租一个大一点、装修好点的，还不需要我负任何责任。如果我要是娶个媳妇儿呢，花了个几十万，最后我还没有落着啥好，我还时不时的还挨着骂，最后我还得哄着人家，人家要是还不高兴呢，走了呢，我花了个20、30万，还啥也没落着。所以说啊，男人想明白了，现在的女人呢，找男人嫁都嫁不出去了。这是在现在的这个单身女人里啊，为什么都找不到爱情，都结不了婚的原因。他们对男人的要求高，现在不光要求彩礼高，还要男人长得帅，条件最好还是能养得起他们的，人品还要好，对他们还得是专一的。所以现在的男人一想，我花了那么多钱，到最后还没落着啥好，还不如像租楼似的，我租一个呢。那现在的女人呢，就跟楼价一样，有市无价，没人买呀。然后女人也说，没人娶我怎么办呢？那租就租吧，喜欢呢就跟他过2年，不喜欢呢我拎包走人，不跟他过了，什么也不耽误，我还继续再找下一个。最后这男人呢，花了点小钱，还住上了楼，还找着了媳妇儿，还过上了有女人的日子。所以说现在单身的女人呢，就跟楼价一样，是有市无价，没人要。以后的女人只能往外出租。这么多单身的女人现在是跟白菜一样，就是没人买，没人要。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于男人想通了，不想花钱娶媳妇了，花钱娶媳妇受罪呀，花了钱最后还没落着啥好。你要是不给他花钱吧，他就嫌你没本事挣得少。所以男人想明白了，以后这结婚的趋势就是啥呢？女人想找男人，必须得求着男人，给男人花钱，对男人好，哄着男人，爱着男人，宠着男人，天天给男人洗衣服洗脚，甚至还得给洗澡，这样打动了男人，男人才敢娶你。如果女人不这样做，男人就不要你了。女人想一想吧，现在的单身市场，女人就是没人要。姐妹们，我听完男同事说的上面这段话，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扎心呢？这话轰击了我们所有的姐妹们。我把男同事说的这段话原封不动的说给大家听听。我说他，你是不是在做梦呢？还没醒呢吧？现在男女谈恋爱呢，其实都很计较。这个计较体现在哪儿呢？男方占比比较多哈。你就比如说像约会当中的吃饭、看电影，或者说2个人出去旅行，男人就觉得吧，能省则省，或者是能少花点就少花点，能 AA 最好不过。对，因为男人他心里面会想什么呢？我如果要是给你花了这么多，到最后咱俩没成，那我真的是太亏了。所以说
我觉得两个人在谈恋爱期间，尽量做到公平，花钱公平，消费公平，付出公平，怎么样都保持一个公平。咱们呢，这个说的就算是小一点的，说的大一点的话呢，你就面临到彩礼呀、房和车呀，男人就会觉得说，凭什么我们男人要花那么多的彩礼啊？凭什么我们男人要又买房又买车呀？凭什么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男人干？你们女人你们干什么了？你们女的为什么不出嫁妆？哎，对，你们女人怎么就会生个孩子啊？对，凭什么就要我们男人就是搭上父母一辈子的存款去买房买车，还要给彩礼？对，那男方就会觉得说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女方也应该给我一些嫁妆啊，你应该也怎么样。女人看到男人这样对她，一部分的女人就会觉得说是，我觉得你不爱。我觉得你连付出都舍不得啊！我觉得你对我这个花钱呀什么的，你都讲究这个公平呀、AA 呀啊！那你现在都舍不得给我付出了，你还指望结婚以后你会给我吗？然后这个时候这一部分女人会去干嘛？学习教材啊，学习如何引导这个男人给我付出，学习如何能够征服这个男人，大量的搜索一些套路。另一部分女人呢，就是觉得爱不爱不重要，能够满足我的生理需求就可以了，或者是说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让我开心，让我舒服，这样就行了。哎呀，这些吃饭约会啊都是小钱，谁掏不起呀？AA 就 AA 吧。但是这个情况啊挺严重的，因为只要是涉及到这个情感关系、恋爱呀。结婚呢，男人和女人都会很计较，就是觉得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万一我最后得不到回报，男人会想，我给你花这么多钱，我给你付出这么多心思，你最后不是我老婆。女人会觉得，万一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万一你觉得我是倒贴呢？你不珍惜我怎么办？或者是说，女人也会不安，你现在都不给我花，那以后你真的会给我花吗？就她也会有点没有这个安全感呀。男人很委屈，现在网络上那么多捞女，骗婚的、骗彩礼的，万一我就是遇到这么一个，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钱存款都被骗完了怎么办？对，女人呢就很委屈，就觉得现在男人都不像男人。现在男人都是等着女人给他倒贴，女人给他付出，女人主动，最终出现了一个现象，阴盛阳衰。也就是说，男人付出的时候兜着撑着，女人呢就说你什么意思呀？我还不愿意呢。这两类型的人，他们心目当中呢，其实都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都是想多得，多拿，多贪。但是你要让我去付出，那甭想，我能占小便宜，我能占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让我不求回报的呀，或者是大气呀，怎么的？给你那。说到本质上，其实这类型的男人还是女人呢，他们的内在还是不独立你们还是想要去依赖对方，女人想去依赖男人，男人其实也想去依赖女人，因为男人也会觉得说是，你看我哥们儿，你看我亲戚家的某某某一个表哥啊、堂弟啊，人家找到老婆，人家就是那种我给你哐哐的付出，我给你花钱，我给你怎么样，怎么到我这儿了？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他就会觉得说是，那我也能找个女人泡啊，我也能找个条件好的呀。那女人也觉得说是，那我长得也不差呀，那我也可以。所以说这些问题最终有一个结论，就是没有爱情，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总结也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爱情，根本没有好男人，或者根本没有好女人。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心理活动也真的跟爱情毫无关系。因为你要知道，爱情这个东西它是纯粹的，你的心里面就没有做到纯粹，然后你就想说是我想遇到一个纯粹的人，那这个东西就是不成立的。那么现在男男女女都在干什么？传宗接代他们只是在为了这一个目的而进行所谓的爱情。我没有爱情了，那为什么一定要硬着要去结合呢？其实第一部分就是为了满足世俗观念的认可，就是显得说是你看嘛，我有男人要，你看嘛，我有女人要，我在别人的眼光我是正常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那第二点，就像你刚才说，传宗接代，男人和女人都觉得我必须要有后代，对，我必须要有家庭，我必须要有婚姻，这样才显得我正常。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感情、婚姻都是利益关系，都是为了钱，没有钱就没有感情没有婚姻包括也会有女人总结出来，就说哪有什么爱不爱呀？那两个人时间长了都那样，就那样了。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离婚率高结婚率低因为第一，结婚率低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将就，谁也不想多付出或者是少拿另一方面呢，就是谁都想要得到爱情纯粹的真挚能够很纯粹的为我付出的那个人，就是不看我个人的条件，不衡量我，不审视我，就单看我这个人了。然后到了上了年纪了，比如说上30了、35了，不行了，遇不到爱情了，这个时候呢随便找一个搭伙过日子，进入到婚姻以后就觉得看别人都是你们都不清醒。我跟你说，结婚过日子就是这样的，柴米油盐什么都没有，没有爱没有情，男的和女的生了孩子，完了就养这个孩子长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爱情。对，这就是他们所谓不幸的婚姻出来。男人他会产生这种计较呀，就是不公平呀，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跟时代发展太快有关系。你想想过去吧，男人主外嘛，对不对？男人是靠体力来养活一大家子，女人她体力方面不行嘛。那你说到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啊文化都迅速发展，靠脑力活动来获取价值、获取外界信息的。过去就咱爸妈或者是更早之前，就是男人吧，他在这个社会当中获得的资源比重是很大的。那么女人肯定就没多少资源啊。那么这个时候她去结婚，那真的就是找一口饭吃就是有个男人来管我呀，管我的后半生啊。过去那个时代呢，大多都是靠体力来获得这个回报、获得这个收入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时代变了，男人、女人大部分都是靠这个脑力来获得收入和回报的。那么
此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男人啊，他就不占大头了，就是女人站起来了啊。对，就是女人她也开始有一定的社会的资源呀、权利呀。对，其实现在或多或少男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公平。既然现在男女这个资源都分配的很均匀了，那怎么你还问我要天价彩礼呢？啊，你还要让我男方买房买车呢？对呀，这个时候女方跟我就应该平摊。人们的精神一定要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虽然说现在的资源分配已经比较均匀了、均衡了，在恋爱、在家庭、在婚姻这方面还是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的公平化的啊！你只能说是我跟他的这个分工要合理化啊，但是你不能说是跟女人或者是女人跟男人，你们俩做到公平化。做不到。现在的男男女女嘛，有一点是特别建议的，要晚婚。无论你是早婚还是晚婚，你的目的是因为爱情，就是我们两个是相爱的，我们两个是决定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往前走的这么一个状态，而成立一个家庭。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彼此状态必须是独立的。对，你甭想占他便宜，他也别想占你的便宜。对啊，就是你们两个人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你们两个人才会有能力去付出，才会有能力去给予对方爱。爱你的人永远觉得给你的不够，两个人，男人和女人一定要到这种程度再去结婚。我爱你，我永远觉得我给你给的还不够，我觉得你还值得更好的，你爱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永远觉得我亏欠你多，对，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不独立的女人或者是男人，他会拿这句话变成一种情感绑架，就是那种你不对我付出是吧？你不爱我了啊，你这样做是吧？你不爱我了，就是他会拿这个东西去驾驭对方。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爱的能力，或者是对方感受到了被爱，那么你们两个人他是不会说是拿着什么情呀爱的天天挂嘴边的，就是来驾驭你啊或者绑架你，因为你这样的话，对方感受到的不是爱，是压力，因为爱更多的是什么？是成就彼此。所以我就想说晚婚吧。就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晚婚是最好的。我们不是说让你别结啊，就真的没爱情啊，不是的。如果你在30岁之前或者更早之前，你真的能遇到爱情，你就结。但如果说你遇不到，晚婚是最好的选择。对，它可以避免你们所谓的在情感当中的自卑，或者在情感当中的不配得感或者在情感当中的那种拧巴、恐惧、不安。对，很多女孩她在20刚出头，也就是大学刚毕业，就着急的想要去嫁人，想要去结婚。我不是说不可以，当然行，但是你要知道，你心理年龄这方面还是偏幼稚的。你的爱情观、你的婚姻观是不成熟的。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男人和女人很难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个时代实在是发展太快，对，实在是太快了，可能明天和后天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然后包括自己也是，就是你自己，你可能今天的目标和明天的想法，你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对，多恋爱嘛，你多跟另一半去发生一些碰撞呀，多见一见所谓的不同的男人或不同的女人。也就是说，女人还是男人，你在20到30岁之间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好这10年。这10年干嘛呢？你要多见世面。见世面指的就是不是说你出去旅游，你要多见人性。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要多跟人性发生碰撞，多跟外界的事物发生碰撞。这样的话，碰撞当中你才会产生出来说是我明白我想要什么。也就是说，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对，因为了解自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想要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他到底怎么想。对对对，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对，所以你会很迷糊。对，因为女人吧，她就是容易什么呢？就是把注意力专注力放在对方身上。当你不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一点，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的脑子，你的这个一切都是混乱。那么在这个混乱当中，无论你遇到任何人，你这个婚姻啊、情路啊都不会很顺。女人们，你们不要说是把眼光放得太短，放得太浅，你要把眼睛放到后面，好的都在后头呢。我非常相信这句话，就为什么呢？因为你现阶段你没有遇到好的，证明什么？证明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肯定是有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自卑、拧巴、恐惧、不安。那么放在后头好的是什么？就是你整个人磨练的多了，修炼的差不多了，你看好的就来了。你看我们聊了半天都是女人，那我们来说说男人。男人也是，你之所以去计较说彩礼或者是房啊车或者是说我先给你付出了，以后你要不是我老婆怎么办？一面是因为可能自己经济上的能力不够对，不达标；另一面可能是自己心理上也不够成熟。你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像彩礼这个东西，如果说女方问你要的就是天价彩礼，超出了你的家庭的一个支出，包括你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那我觉得也可以，你不用选择对方，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仇视、抱怨这个社会的这个女性都是想要干嘛？什么骗婚？你就是想拿我钱？对，你们家卖姑娘的吧？就是没必要说话这么难听。对，网络上确实会有一部分女性她就是骗婚的但是也只是某个。这个几率很小，你没有必要把这东西放大，就是你不能说是以偏概全。对，你的内心还是要美好一些，就是要向往美好。男人一般都爱讨论什么？哥们儿，不要给任何女人付出，女人就是没有爱情的，女人眼里只有钱他们会去传达这种想法，这种说法就是特别的不客观，而且带有一丝丝仇视女性明白，也是仇视这个社会为什么分布如此不均，为什么老天对我如此不公。男性吧，你在看待这方面的话，能谈成那就是你们的缘分到了，如果要是没谈成，你就转身走就好了，证明你俩还是不合适。尊重对方，也要尊重你们在一起之间这几年的情分，不能说是一到这股节骨眼上那这个破口大骂，对，这就不太好。当你发现对方在跟你计较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也在计较如果说你也在计较的话，
那你们两个之间是绝对没有爱情在的。对对对，就你们两个都没有坚定的要选择彼此，或者说你们可能三观也不合，对，没有共同的目标。那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抱怨对方呀，因为你也有你的小心思嘛。对，那什么时候你如果真的遇到那个人，你是特别坦然、特别真诚、特别纯粹的想要为对方付出，或者说你真的付出了，然后对方不是对的人，那我觉得你不吃亏，因为你是真诚的，你保证了自己的纯粹。我觉得你有这份纯粹，这份真诚，上天都不会亏待你的。其实还可以引申出来另外一点，就是男人你的这种仇视、愤恨也好，更多的还是因为你现在对你自己的承载力不足，你都承担不了你自己。你现在可能不光是工作上、收入上，可能在其他方面你也是一个不独立的状态，所以说你才会觉得说是抱怨，哎，对这个世界不公啊，女人都这德行呀，不要这样想。你要想遇到爱情，你要想拥有爱情，那么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得是独立的，你得是强大的，你的内心得是拥有力量的。只有拥有了这3样，你才说是我可以去拥有纯粹的爱情，或者说我可以去追求纯粹的爱情。对，女人也是一样，对，女人可能跟男人的点不太一样啊。女性就是更多的是容易依赖嘛，她还是想要找一个男人靠。但是确实你的这个想法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了，这个时代是不允许你再依靠的，对，不允许你再去想方设法的捞好处、捞便宜的。所以说，建议大家都遇到爱情以后再步入婚姻，不要因为世俗，不要因为传宗接代。不要因为年龄大了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借口，把自己引到另外一个大坑里面。人生很多的不顺，很多的坑，其实要不就说都是你该经历的，因为你的认知吧，如果说是落后的，那么有句话叫什么？落后你就得挨打，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说是，哎，我想拥有美好，那么美好的这个前提，你是需要经过漫长的一个修炼的，就看你要什么。所以说，你看说白了嘛，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